Hello，各位，今天应观众的点播，我们来聊一下灵动岛。当我刚看到这位观众的评论和留言的时候呢，我一看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啊，我直接就在下面回复说安排，然后今天这就安排了。但是我在录这期节目之前啊，其实我想了一下啊，这个灵动岛不是属于 iPhone 的硬件吗？那么硬件不是在我们第2季的内容当中都聊过了吗？像灵动岛这么大的一个显眼的一个硬件摆在屏幕中间，我应该不会说忘了聊吧？所以在录节目之前，我就搜索了一下我自己频道里面的内容，果然有2期的内容都已经聊到了灵动岛。但是那个呢，毕竟不算是专门来聊灵动岛啊，但是毕竟有一些东西应该是稍有重复，所以呢，如果您对灵动岛想有一个更全面的啊，或者是把它的这个周边相关都挖一挖，您可以看我之前的那2期节目。这边我把它放到这儿，这次我一定记得放一下。2期节目呢啊，我先谈一个，再谈第2个哈。好，那今天就正式的仅仅来为灵动岛开一期话题吧。我们先给出灵动岛一个我个人的定义啊，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可视化的后台管理啊，这个是我自己为了给大家方便理解来起的这么一个定义。很多人会因为 Apple 起的这个有文艺范儿的名字啊，然后呢，就头脑中产生出了一些美好的想象啊，觉得它一定是一个非常大的功能。我觉得这也是商业运作成功的一点。但是如果你把它还原到技术的本质，它是一个什么呢？你就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成啊，你 iPhone 有2块屏幕了，注意不是折叠屏啊。这个地方我好像可以来一个标题党。好，如果你是因为看到了 iPhone 折叠屏这个标题才点进我的视频的，一定程度说您上当了啊。不过也非常感谢您能够看上去啊，能点开就是有缘。那灵动岛你可以理解成第2个 iPhone 的屏幕，只不过这个跟折叠屏的 iPhone 肯定是完全不一样了。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嵌套屏啊。那刘海呢，在我们最早的时候，它是没有这种嵌套的概念，因为刘海它是跟屏幕的黑边连在一起的。而为什么叫灵动岛？这个岛的概念呢，也就是说它四面环水。那四面环水的话，它就被孤立出来了吧？那孤立出来的这个黑黑的这个像油条一样的，是吧？像油条啊，这个不重要啊，就是这个岛。如果您听到这儿你还不知道什么是灵动岛的话啊，我建议你可以自己上网搜一下，不管你用 Google 搜，还是用百度搜，还是用微信内部搜索，但我不想解释啊。一方面是再解释的话呢，可能我的大部分的目标受众就不再看下去了，因为讲的太弱智了哈。但不是说你们弱智啊，就是讲的太基础了，他就是就不想再看了。所以我建议各位，我不想排斥基础的观众，但是如果您真的是我的观众当中比较少数的那些属于基础类型的用户，但是又想了解的话，听我一句劝，一定要学会自己搜索，否则你看我10000期节目，本质上来讲跟没看是一样的。如果你不学会自己搜索的话，光会看我的节目的话，那就真的是只能起到陪伴的作用啊。那如果你真的就是想陪伴的话，那也就无所谓了啊。我觉得我这个节目还是 YouTube 上少有的兼顾到真正零基础的用户和观众的。好，那我就兼顾到这儿了，不知道的自己搜，我不给你们看我的手机屏幕的样子，我也不放照片，我也不去找任何的东西。这期节目我的目标用户就是知道灵动岛是个啥东西，但是想深入了解一下的，不知道是啥的自己去搜啊。那么这个第2块屏幕呢，它明显不如那块主屏幕那么的绚丽多姿
它能显示的内容呢，其实也不多。但是我们为什么抠出，又说我们，就 Apple 为什么抠出第2块小屏幕给你放在这儿呢？我们从积极的一个角度来去分析，它在这块小屏幕上是可以帮助你显示一些信息的，这就有点类似于某些翻盖手机的外屏可以显示一些信息一样的。我还看过一些比较好玩的手机壳，这个壳你套上之后呢，你把手机翻过来，它是一个80年代的那种掌上游戏机，你可以在这个手机壳上玩俄罗斯方块，那也是附加了一个外屏，对吧？那你可以把灵动岛就理解成这种外屏，而这种外屏一般就是黑白的然后可能只能显示那种像计算器一样的一些巨简单的数字等等。但其实灵动岛上面的这块小屏幕呢，它的显示素质其实还蛮高的，应该是跟内屏的素质一样的，只不过它限于面积太小，所以说呢，它在上面显示的只能是一些最简单的信息和一些示意图。这个示意图呢，就有点类似于您在手机上显示电池电量啊、网络信号啊，就这玩意儿。而在大部分情况下，普通用户你是没有办法激活灵动岛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位观众能问出这个问题啊，因为普通用户，我再次强调啊，普通用户的大多数场景下面是没有办法激活灵动岛的，也就是说，你看到的那个灵动岛上面就是一个黑疙瘩，没什么东西的。那什么样的使用场景能够大概率的激活灵动岛呢？就是您打开了一个应用，这个应用呢，它大概率上是在后台可以运作的。有些应用是没有办法后台运作的。我举个例子，备忘录，请各位想象一下，备忘录你让它在后台运作，对你的好处是什么？除了后台内容的刷新以外，其实对你没有什么好处，没有任何好处。因为备忘录这种 app 你放到后台，相当于你就没用啊。那另外一类的场景和应用，就是可能你真的大概率上是放在后台用的，放在前台的概率可能会比较低。这是什么应用呢？音乐播放类的 app。各位想想看，是不是您听音乐的时候可能真的是不看着屏幕的，或者即便您看着屏幕听音乐，你这屏幕上也是显示的跟音乐没关的事情，把音乐做成一个背景。当然了，也有人专门听音乐的，比如说你在看 MV， 你在看短视频，这咱们聊的是狭隘的音乐啊，狭义上的音乐啊，不是那种音乐啊。所以那我们就用音乐来去给大家进行一个灵动岛的切面啊。当你去听音乐的时候，你把音乐退到后台，然后你的前台呢可能是在看新闻、看娱乐八卦，然后背后呢再放着一些随机播放的流行歌曲或者任何什么歌曲。那这个时候，音乐播放的这个示意图就会登上你的灵动岛。那如果你后台不播放音乐，你只是在那边看文字，你的灵动岛就是纯黑一片，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的积极的作用。但是如果你后台在放音乐的话，您就可以在灵动岛上看到音乐播放的这个就是音频波形的震动，就是那种像心电图一样，但是嘣嘣嘣，它不是测的心跳，它是测的音乐的节奏，就是那种示意图。以及你应该能够看到一个非常小的这个音乐的专辑封面，说不定还会有这个音乐的播放时间啊等等，就可能不超过3个信息吧，在你的灵动岛上。那你说灵动岛是不是就只有这么一个功能呢？不仅仅是这样。但是我们聊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可以通过现在我说的这个场景来去理解什么叫一个附加屏幕啊。那以及附加屏幕的好处是什么？也就是帮助你管理一个后台。那其实在我刚才说的这个场景下面，您用这个附加屏幕上面显示的这个音乐的这些信息，其实就是让你把播放音乐这款 app 的后台帮你可视化了。如果没有灵动岛的话，是你耳朵能听到它播放音乐的声音，你知道后台一定有一个音乐 app 在运行，但是你的眼睛是看不到的。那你眼睛看不到，你就没有办法用手去对它进行任何的触控，你必须把音乐 app 切到前台，你才能够去
进行切歌或者停止或者其他的一些关于音乐的操作。但是现在你眼睛看到了，那就意味着你可以更积极的去了解这款音乐的信息，以及你对它进行的一些操控。我通过这个案例可以帮助大家理解灵动岛是干什么的。从硬件上来讲，首先你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副屏幕。要这个副屏幕干嘛呢？是帮助你管理一些后台运行的应用来使用的，不是所有，而是那些既在后台运行，然后又对你有意义的一些信息，它会在灵动岛上显示出来。那这是从积极的一个方面去看待灵动岛。那如果从消极的一个方面去看待灵动岛，其实也不能说消极了，就是我还是再次的强烈建议大家去看一下我的那2期讲硬件讲到灵动岛的节目。为什么不取消灵动岛？原因是因为 Face ID 这个东西是目前民用级别的最安全且最方便，也是最先进的一种解锁智能手机的方式，没有之一。那这种科技它能够缩小到只占用灵动岛这么一点，已经是非常非常匪夷所思的事情了，这没有公司能够做到，我认为啊。那既然我权衡利弊之后，对吧？我不可能放弃了这么安全、这么方便、这么高效的一种保护我们手机的方式去不顾，只追求一个单纯的全面屏。这个我觉得是我也不会这么干的。那我只会把它在保证功能完整的情况下尽量的缩小。那在我缩小了以后，缩到灵动岛这么小了以后，我其实是可以像大部分安卓手机一样，只给你显示2个圆圈，甚至1个圆圈。安卓手机大部分是只显示1个圆圈，那个圆圈是什么呢？前置摄像头。但为什么 iPhone 是个灵动岛？其实你侧面去迎着光侧面看一下灵动岛的话，你会看到灵动岛下面其实它是2个圆圈，左边一个大的，右边一个小的，大概是这样子啊。然后中间这一部分才是能够显示点东西，还有圆圈两边这部分显示点东西。也就是说，它用灵动岛这种设计，把那2个只能显示黑黑的一个面容 ID 的传感器，还有一个前置摄像头的传感器，用一个灵动岛包裹了起来，把它装饰成一个完整的屏幕。但是这块屏幕的镜头和面容 ID 传感器所在的位置，同样也是永远不会显示东西的。那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看。好，那我们再进一步的去聊啊。如果说我不做灵动岛，我只给你2个黑圆圈，首先这一大一小的2个黑圆圈超级丑啊，这种审美应该不是像 Apple 这种公司能够做得出来的。即便不做灵动岛，那也一定要装饰一下的，是吧？那第2点就是，我既然装饰了，那我把这个装饰作为一个功能附加给我们的用户，那其实这就是一种双赢了。那我除了能够在灵动岛上去显示一些很小很小的，像那种小的，像那种电池 WiFi 标志那样的小的信息以外呢，我还给灵动岛添加了2个至关重要的东西，一个就是触控再有一个呢，就是它能够随着用户的需求去进行扩展。你注意这块我刚才说的外屏啊，它不仅仅是一个只能看的屏幕，它是真的能用手上面去触控的啊，这个大家也好理解，对吧？但是呢，当你去播放音乐的时候，你如果不去对它进行互动，你只是在那个很小的一个条上面你去看的话，其实那个看的信息有限，而且呢，你也没有办法对它做什么。而如果你直接用一个手指往那个灵动岛上点一下，前提你正在播放音乐，而且音乐已经上了岛以后啊，你别点一个纯黑的，那你累死你也点不出什么东西啊。那你点一下这个音乐播放的示意图标已经上了岛了以后，你去点一下这个岛，它会直接的切换到音乐 app。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在阅读一些东西，背景放着音乐，突然你觉得这音乐好好听，我想看一下它更详细的信息，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就要从你的阅读类的 app 切换到那个音乐播放 app。那请问如果没有灵动岛，你现在怎么切？
最快的方法就是在底下滑，这个后面我会想到哈，后面我们会讲到。那其次呢，可能你就把它退回主屏幕，这是最笨也是最直观的一种方法吧。那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比如说从控制中心啊等等等等。但是不管你用哪一种方法，都没有直接到灵动岛上点一下来的这么直观和迅速。这就是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可以方便的帮你去把后台切回来。所谓后台，就是你不能完全放掉，但是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要把它抓上来的一个东西。那这个时候灵动岛就给你提供了一个最方便快捷的一种操作方式，你就点一下，啪，直接就切到音乐了。那切到音乐之后，你看完了，你又想回到阅读软件，那我们 iPhone 左上角就直接有一个返回嘛，你直接点一下，直接回到上一个运行的 App 就好了。这个行云流水啊，丝般顺滑。好，那再进一步，如果说我并不是想切换到那款音乐 App 去看这款音乐的详情，它随机播放到的这首音乐是我不喜欢听的，我想切歌，你有什么方法？除了更笨的啊，回到主屏幕，然后再打开找到这款音乐 App， 然后再去切以外，稍微聪明一点知道，我可以滑下来控制中心去切啊。那如果有灵动岛的话，你可以用一个手指在灵动岛上长按，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灵动岛会变大，它会占据整个 iPhone 的上面的大概1/4部分的屏幕啊。这个灵动岛从小就是有一个非常优雅的动画直接展开，那个里面就可以有音乐的控制和一些详细的信息，这个专辑封面也变大了，进度条可以拖，播放暂停上一首下一首就完全可以操作了。这也是有史以来最方便的一次能够在手掌这么大的移动设备上就可以快速的操作后台的唯一方式。所以以上呢是我们用一个以音乐播放为后台的场景啊，为大家简单的去过一遍灵动岛到底是怎么为我们服务的。那当然，灵动岛的功能也不仅仅存在于音乐播放，它存在于所有的类似于音乐播放的这种后台当中。所以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在什么场景下我们既需要它有一个后台，但是这个后台又不能完全放手的，可能到了那个我需求的场景，我就要快速的把后台拎出来。只要是这种场景，灵动岛都能发挥很大的作用。当然了，我知道大部分的普通用户你是想不到任何这样的场景的，而且即便你遇到了这种场景，你也只会用最传统的方式，就是退回到主屏幕再去翻。我刚才那个在哪儿呢？90%的用户应该都是这样子的。你别看我的观众可能会比零基础稍微会好一点啊，但是相信我，以整个地球上的人类的范围来看啊，90%都是像我说的那种最笨的方式。那么如果你有了灵动岛之后，哪一些场景，给大家扩宽一些思路啊，给大家一些启发，除了音乐播放以外，哪一些场景是可以更好的利用到灵动岛的呢？比如说计时器，你定了15分钟倒计时之后，你可以把它计时器这个 app 是不是就完全退掉？如果没有灵动岛的话，其实你完全就不知道，我感觉好像到15分钟，这手机还没响，到底是我当时设错了呢，还是真的时间没到呢？是不是会有这种情况？那如果你有灵动岛的话，你就不会有这种担忧了。可能你正在看视频或者干嘛的，只要瞥一下灵动岛，灵动岛上就会有实时的倒计时，你随时可以瞥一眼，都不用跟它互动。而真正到了提醒你的时候，你直接在灵动岛上点一下停止就好了，也永远不用再打开那个计时器的 app 了。那这是又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场景吧。再有其次，比如说你飞机的航班，是不是也可以利用到灵动岛显示啊？打车，车离你多远啊？是不是可以在灵动岛上显示？外卖快递离你家还有多远？是不是可以在灵动岛上显示？类似于这种都是可以的。所以其实大家发现了没有，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就是我这位提问题的观众还是好的，还是好一点的啊。他买了个新手机，他注意到有了这么个灵动岛，他还知道叫灵动岛呢，这个已经很不容易了啊。然后用了一段时间，发现这个玩意儿就不会用。那你知道很多人买了 iPhone 14 Pro 以上的这个 iPhone 之后，根本就意识不到这个问题啊。
他也不 care 这个问题，不在意这个问题，这玩意儿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能用微信就好了嘛。这是大部分用户啊，所以说你会发现灵动岛的使用其实跟大家的用户场景有很大关系，而用户场景大部分是要由开发者来为他们的用户、他们这个 app 的用户去考虑的。那也就是说，为什么你用这个A， 比如说我们点外卖是吧？你用 A 软件去点外卖，它就可以显示在灵动岛上。可是你用 B 软件点外卖，它就不能显示在灵动岛上。注意，这不是 iPhone 的问题，这是 A 软件这是 B 软件公司的问题。就是它没有办法，它在设计这个 B app 的时候，它没有想到我们有灵动岛这个东西。他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所以他没有整合得很好。所以很多的硬件，我们为什么说这个现代的智能手机它是一个生态，就是这个原因啊。很多一个手机它工作的好，它的性能好，它的用户体验好，很多时候不仅仅是这个手机的生产厂商一方面在努力，而是海量的这些软件开发商在一同的去努力。那这个又是一个背后大的话题了我们在这里就先不展开了。那我想聊到这儿呢，你应该已经大概率上知道灵动岛是，哎呦，我聊个灵动岛就聊了20多分钟，我以为这期节目几分钟就能聊完所以这个就是灵动岛。灵动岛你可以跟另一个功能相结合，那个功能我一下子想不起来叫什么了，就是那个状态显示特别是快递外卖这种，或者是打车这3个场景，你在手机屏幕锁定的情况下，然后只是亮一下屏，你可以在通知中心的部分下面看到一个长条，它显示的这个一个进度。其实这2个呢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无论如何呢，希望大家你花钱买了14 Pro、15 Pro 以上的这个机型带有灵动岛的功能，希望呢您看了我这期节目，如果你知道对灵动岛咱们就当聊个话题，咱们找共鸣吧，陪伴嘛，是吧？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也希望能够从今天开始能够把灵动岛更好的用起来。虽然之前讲过了，但是我觉得我也别甩一个链接就走人因为之前讲呢跟现在讲呢是不是一回事呢？毕竟是1个多月前的视频了，讲的场景也不一样，所以今天单独拉出来。如果您更有兴趣的话，还是那句话，建议你点击我上2期讲灵动岛的视频，再去进行一些扩展。好，那我们这期的节目暂时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观看跟关注，我们下期再见。